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在迷宫中摸索前行的旅者，渴望找到通往成功的捷径。然而，成功并非只靠亲力亲为，有时候它更像是一种灵魂的悟性。正如古人云：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我们常在忙碌中迷失，却忘了停下来审视自己的内心。人类与蚂蚁何其相似，忙忙碌碌，日夜奔波，似乎都在为了生存而计且。我们执着于眼前的小利，却很少思考生命的意义。金刚经有云：凡所有相，皆为虚妄。我们所见的往往是表象，而真正的智慧是能看透表象背后的真相。在这个看似繁华的世界里，我们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角色，却往往忽视了内心的声音。我们追求的是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东西，却忘了真正的价值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中。正如那句老话所说：好看的皮囊千人一面，有趣的灵魂万中选一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颗能洞察世事的心。真正的见天地，不是走遍世界，也不是品尝过多少美食，更不是与名人合影。真正的见天地，是悟透人性的规律，社会的真相。当我们看到人性真相在我们眼前慢慢展开时，我们的内心应该是平静的、坦然的。这种平静和坦然，不是用眼睛看到的，而是用心感知到的。每个人都像是被封印的神，一旦揭开这个封印，就能一飞冲天。那么，如何揭开封印呢？答案就是修行。修行的至高境界，是让自己变成一个管道，让高维的能量流进来，通过你显化在三维世界里。这就是为什么世上的伟大发明和创新，都是高维世界对三维世界的馈赠。道德经中说：止虚极，守静笃。意思是，当我们的身心达到虚无寂静的状态，就能看见宇宙运行的大道，连接高维能量。而南华经则告诉我们：欲深者天机浅。相反，欲浅的人，天机就会很深。无欲生静，静而生慧。越是欲求少的人，越是安静的人，就越能看清世界的真相。管道的本质，就是佛家所说的空性，儒家称之为至善，道家称之为无我，释迦牟尼也发现了这个管道，称之为空性。空性就是心经里讲的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生不灭。我们普通人往往只能看到最表层的相，困于妄想，遭受无明之苦。而当我们能穿过表象看到事物本质，就能睁开导眼。哲学、心理学、佛学等等，都有助于打开我们的道眼。当你得到知识，就会对这个世界明察秋毫。人要想成功，必须要打开道眼。每天忙忙碌碌，疲于奔命，生命却毫无意义。他们所追求的是超越三维的高级轮回，向往能安静地在高维世界里徜徉。这就是修行的意义所在。世人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是太注相。禅宗六祖说，真理犹如明月。对真理的解释的佛法，就好像是用来指月的手指。我们问佛祖，月亮在哪里？佛祖用手指了指月亮。我们应该顺着佛祖的手指去看月亮，而不是盯着他的手指不放，因为这就是佛像了。道德经里说：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凡是用文字或者书籍描述出来的名字或说法，都不是你所说的那个事物本身。词往往是不达意的，而我们的思维却被这些说法所束缚。金刚经里也说：佛说法即非法，是名法。意思是佛祖所说的这些名称或解释，都只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方向或启示，让我们自己去参悟真相和大道。但我们不能掉进这些说法里出不来。如果我们以超然之心境来关照世间的一切，或许你很快就开悟了。以往你孜孜以求，而始终若即若离的境界，也会飘然而至。开悟的人本身就是财富。六韬中说：心以启智，智以启财。意思是修心可以产生智慧，智慧可以产生财富，
什么是智慧？爱因斯坦说，把你学到的东西都忘掉，剩下的东西就叫智慧，这就是抵达了开悟的状态。人一旦开悟，就会迅速抓住复杂事情背后的底层逻辑，这种底层逻辑往往是极简的，也就是大道至简。赚钱这么复杂而世俗的事，最终还是要回归于大道至简，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。所以去做那些能满足人性的事情，它们往往就是流行的和世俗化的东西。流行和世俗的背后，往往是亘古不变的人性，而商业的本质就是使满足人性，利用自身的优势和资源，在小小的区域里大大的满足别人的人性，财富自然不请自来。开悟的人永远会聚焦简单而高效的事，满足人性，重复叠加，这是通往人生财富的不二法门。人一旦开悟，就会很自信，因为他找到自信不是给别人看的，自信不需要被证明，自信与外在无关。用禅宗六祖慧能的话就是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摇。修行是为了离苦得乐，而不是离乐的苦。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就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活出真正的自我。真正的智慧不是外在的积累，而是内在的觉醒。我们学会了如何通过超然的心境来关照世界，如何在简单中找到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。最终，我们明白了，真正的成功不在于外在的财富和地位，而在于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当我们能够看透表象，找到事物的本质，我们就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净土。这就是修行的意义，也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。让我们在这条修行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直到找到那个真正的自我。修行这个词在很多人心中似乎总带着一丝神秘和高不可攀的色彩，人们为了追求心灵的宁静，纷纷踏上了这条道路。但修行真的存在吗？或者说，修行的本质是什么？有人说，修行是为了离苦得乐，但现实中，很多人却越修越苦，越修越迷茫。这不禁让人反思，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方向？修行从本质上来说，其实是一种自我觉醒和自我提升的过程。它不是简单的宗教仪式，也不是机械的念经打坐。修行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是一种对生命深刻的理解和体验。它要求我们放下执着，放下烦恼，用心去体会生活中的每一刻。然而，现实中的修行却往往变得形式化、机械化。人们为了追求所谓的修行成果，反而忽视了修行的真正意义。他们执着于形式，却忘记了修行的初心。这样的修行不仅不能让人得到解脱，反而让人更加痛苦和迷茫。那么，真正的修行应该是怎样的呢？首先，修行应该是轻松愉悦的，它不是苦行僧的自我折磨，而是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体验。修行者应该学会放下，放下那些无谓的执着和烦恼，让自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其次，修行应该是无修而修，这意味着修行并不是一种外在的行动，而是一种内在的状态。真正的修行者不是那些整天念经打坐的人，而是那些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保持一颗平静、清净的心的人。再者，修行应该是顺应天道的。在道家看来，万物皆有其道，人应该顺应天道，顺其自然。这意味着修行者应该学会顺应自然，而不是强行改变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体会到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价值。最后，修行应该是开悟的，无论是佛家的开悟，还是道家的得道，都是一种对生命深刻的理解和体验。开悟者能够看透生死，看透世间的虚妄，从而达到一种超脱的境界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，但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初心，不断探索和实践，
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修行之路。这条路或许并不平坦，但它却能带领我们走向真正的自由和解脱。修行是一场心灵的旅行，是一场对生命深刻的探索。它不是简单的宗教仪式，也不是机械的念经打坐。修行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是一种对生命深刻的理解和体验。通过修行，我们能够看到生命的真相，能够体会到生活的美好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我们或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，但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初心，不断探索和实践，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修行之路。这条路或许并不平坦，但它却能带领我们走向真正的自由和解脱。修行不是为了追求外在的成果，而是为了实现内在的觉醒。它不是为了逃避现实，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生活。通过修行，我们能够学会放下，学会顺应，学会开悟，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生活的美好，才能真正实现心灵的自由。所以让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不断探索，不断实践。让我们用心去体会生活中的每一刻，用心去感悟生命的价值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修行的真谛，才能真正实现心灵的自由和解脱。